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汉先生、谢龙介委员、游淑慧议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他们呢，这个中美啊，在西班牙举行第4次的贸易会谈啊，谈这个关税了哈。那原来都不知道谈得成功谈不成功，尤其还要把 TikTok 放进来哈。因为老中呢也这个中国对 TikTok 也很坚持说这个演算哦，演算法是不能够透露的哦。那美国是说呢，你不卖我就把你关起来哦。本来是1月19号到期，那川普1月20号就任嘛，所以川普一上任就再延，现在已经延了3次了哦，一再延一延哦。那到底卖不卖？卖给谁哦？那现在呢，这个美中啊，就 TikTok 呢说他们很高兴，这是川普自己宣布的。都没有听中国方面讲话哦，就川普自己讲，他喜欢在他的脸书哦，这个 Truth Social 他们说呢，我们达成重大的协议哦，然后呢，框架协议已经出来了哦，所以呢，他自己还预告这个礼拜5要跟习近平通话啊，就川普自己讲哈。那不过中国方面没有说没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啊，这个李成钢啊说呢，也是谈判了哈，代表说反对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制裁清单啊。然后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在跟中国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会谈背后，北京希望川普访问中国。北京希望川普在 APEC 在10月底在南韩开会之前，能够访问到中国去访问。那新华社有说了3点框架协议，合作解决 TikTok 问题，降低双向投资的障碍，推动务实经贸合纵。这听起来有点空了哈，但是因为实际上怎么样，还要看细部计划出来才知道哈。但是同时呢，美国哈这个因为在对老共施压嘛，大陆也对美国施压，说辉达、NVIDIA 违反反垄断法要调查哦。老沈现在紧张了啊，老沈紧张了，老沈股票被跌，昨天跌了1%多。你等一下听我开示。你跌了1%多就跌了你错了，什么1%多，完全不是。跌了1块多，你就跌了1块多美金一股了。2块多美金，不是。好，川普礼拜5谈 TikTok 出售，说大陆呢说违反垄断法，美国财政部长说这个时候给我讲辉达干嘛？我们那个气氛都还不错啊，对不对？那大陆说你跟我讲，那你不是也在制裁我吗？你不是在扩大贸易清单吗？哦，你可以制裁我，不能制裁你哦。那这个美国最好笑了，因为呢，川普天天讲说中国跟苏联、跟俄罗斯买石油加他100%关税。你们欧洲也是，乌克兰离那么近，你们应该先上。那现在呢，要不要这个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收入，就是加关税，然后你们就不买俄罗斯石油了？美国财政部长说，欧洲先上，你们先制裁，你们先切断哦，你们先去加中国的关税，我们美国在跟着。所以美国嘴巴讲，都叫别人做哈，他自己不做。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他们的这个谈判的过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刚在西班牙马德里跟大陆代表第4轮的贸易谈判宣布有了重大进展。We have a framework for a TikTok deal. The two leaders, President Trump and Party Chair Xi, will speak on Friday to complete the deal. 贝森特所谓的 TikTok 协议，就是美国要威胁禁止 TikTok， 迫使北京放弃，以此当作筹码来换取关税让步。美方坚持就是要拿下 TikTok 的所有权，而背后的演算法涉及国安风险，也不能让大陆掌控。预料川普、习近平本周5通话最大的争点就是演算法的归属。本来 TikTok 的出售宽限期9月17号即将到期，可望再展延90天。We'd have, to your point, I think we'd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U.S. entity that owns TikTok, that U.S. entity alone maintains all of the data. That data doesn't leave the U.S. The data doesn't go into some China global feed. We will be holding trade negotiations in about a month. 美中下一轮关税谈判可能在11月初之前举行，不过现在北京手上似乎又多了新的筹码。The Chinese regulator just issued a preliminary ruling against the AI chip giant NVIDIA for, it says, violating Chinese antitrust laws. 就在此时，大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判定晶片龙头辉达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将会深入调查。连贝森特也说，这个时机点不太恰当。长臂管辖的手越伸越长，这是典型的单边霸凌行径，
有违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北京没有详细说明辉达违法的案情，而辉达可能面临最高1年销售额10%的巨额罚款。周一，辉达的股价小跌0.04%作收。那老沈，你怎么看这个中美的谈判在西班牙马德里？主持人，我必须很坦白、不客气的告诉你，自从你开始焦虑要做一个伟大政党的伟大主席以后啊。你的开场白就没有以前好听。我要怎么焦虑？不，你刚才讲的乱七八糟啊，真的啊！我的尤其是辉达的部分，你的判断完全不正确。我没有判断，我只是说昨天因为有消息你举了2个数目字都不正确。我告诉你，这个马德里这美中会前会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大家都是前途多艰啊。彼此制造麻烦啦，让这个2个中美这个元首的会面制造很多障碍啊，结果不是啊，结果这个 TikTok 当然很厉害，但是没有厉害到我想象的这程度。你觉得它的影响力可以大到为2个大国开了一扇窗，而且可以把这2个的可能见面框在一起，在一个框架里头。我觉得我真的愣了一下，我想了几个小时。我后来觉得这个 TikTok 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是这个老中是借 TikTok 认为这一块是我可以让而损失不大的地方。那老美就是说，你让了 TikTok 让我脸上有光，但是呢，我可以交代，但是我虽然所得不多，但是勉勉强强可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西班牙的这个会商可以这么顺利，就是中美都想要下车，中美都不想再斗，而且中美的2个头子都想见面，他们都觉得说，我们彼此见面对我大概都有好处啊，对你有多少好处，我不再考虑之列。就好像你当主席，你要想着这个我对国家有多少好处，不要想说我当了主席对赵少康有多大的坏处。这个很重要，要听这个啊，这有一点蒋经国的口气啊，要问自己对国家有什么贡献。然后我讲辉达，因为你举了什么1块啊，什么2块啊，那不精准啊。我跟你讲，老共宣布要修理辉达以后，就是你反垄断法嘛，那个盘前呐是跌了4块半啊，很凶的，跌了4块多，跌了4块哦。跌了4块，大家戏啊，打个名声说顺啊。但是到了开盘，我们的时间9点半的时候，就是半夜9点半开盘的时候，已经拉回到只跌5毛钱。所以这段时间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想，这有干不，这有干不？那结论是不重要啊？为什么不重要？是重要，然后才不重要。所以呢，它到了收盘以后，到了今天早上。这个4点收盘的时候只跌1毛钱，所以大家的结论是说，这个对辉达未必不好，因为老共修理辉达，他可以改来改去而且他修理辉达就说你垄断我的市场啊，如果辉达不厉害啊，你为什么怕他垄断？他就是怕辉达垄断啊，你说辉达垄断你，那辉达最近黄仁勋一直给川普讲的话，不就对了吗？他给川普讲说，要趁我远远领先的时候垄断他的市场，让他上瘾。我好像在钓鱼，我把所有的鱼都钓光，统统咬住了。然后呢，我再往前跑啊！你们不跟我跑不行啊！你既然买我的 H20 啊，那然后呢，我后来 Rubin 出来了，你要买不要买？所以这个老共的动作加强了这个川普对黄仁勋的信任，所以这段时间大家觉得这没办，这要加码啊，就安尼讲。你谈讲，敢若想要这主席讲这拢乱说讲。我没有像你这样一直在看那个盘啦，我只偶尔翻一下。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想主席嘛。没有了，来，维汉你怎么看？大佬讲 NVIDIA， 我讲 TikTok。
因为 TikTok 这个事，其实我们的关心程度美国的年轻人使用 TikTok 的那个数以亿计，所以其实它影响很大。所以川普说 TikTok 帮我当时得了很多选票啊。对，所以其实川普这个贝森特他这次跟中方谈判，因为他自己有面对媒体，我们把双方说法先很快跟大家报告。贝森特说，一开始我们在谈的时候，在西班牙谈的时候，这个中方好像低估了川普总统对于 TikTok 必须由美国的公司来控制的这个意愿。第个是公共人啊，我们川普总统是玩真的，所以他说谈判过后，中方会退让，而他的理解就是在礼拜五的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电话的这个谈话当中呢，会确定。现在消息传出来，就是7月在讲的甲骨文，是不是由甲骨文去买 TikTok， 让它变成是美国所控制？可是核心的演算法是不是完全转移？这个还要再谈。那中国大陆方面的说法不是，他说，现在目前确实达成了基本的框架共识，但是是不会牺牲企业的利益。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卖还是不卖？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那里面有提到了，因为贝森特讲很多。他讲了可能有点这个超过大家的预期。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帮总统来做宣布，可是方向就是这样。中方会要求一些其他的东西，以其 TikTok 把它卖给我们美国的企业。那现在传出来最新的消息，就是7月传出的甲骨文。那这个还要美国国会去同意。但是如果是这样转移的过程当中，就会让 TikTok 这个美国的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使用的社群继续留在美国，并且呢是美国公司所控制权这样子。梁嘉宇，你有看 TikTok 吗？有用 TikTok 吗？我是没有啦，但是多多少少现在网络上确实很多年轻人他们的一些短影音等等，这个社群平台非常的多。那这个无可避免，其实现在网络无国界的时代，不管用什么，都会多多少少去接触到。所以对于台湾来讲，当然这些文化上或者是特定的有一些政治上的目的的这些短影音，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影音去做一些反制哦。那在这个部分，其实在网络的世界，就是大家都可以各自发表自己的言论，那谁比较能够得到支持跟认同？我觉得这个是各取所需。但是对美国来讲，其实长期以来确实对于 TikTok 这种短影音，它所带来的一些政治上或者是其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是有很多的研究，所以才会认为说这个 TikTok 其实对于美国长期以来，不管是民主或者是年轻人的发展等等，会造成影响，才会有去禁 TikTok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到现在，川普一直认为说把 TikTok 拿来让美国自己经营，其实是比较能够去掌控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影音对于青少年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不过当然就是说，这个美国继拜登时候啦，1月19号以前你不卖我就禁不卖就禁但是川普呢给他严因为川普说 TikTok 呢很多年轻人喜欢，而且呢年轻人呢这个帮这个 TikTok 帮川普拉了很多年轻的票，他是开创了共和党的历史。共和党以前拉不到年轻人的票年轻人都是民主党的然后呢，现在呢，居然能够在 TikTok 帮他拉了这么多的票，所以他不要禁他，让美国人继续看。我在想说，就算卖掉以后 ，TikTok 原来也是无中生有，本来没这个东西嘛。那大陆那个网友那么厉害，他不会再搞个另外一个 tactic 吗？他可以再搞个东西出来啊，也有可能很轰动，也说不定啊。不过不管了，反正 TikTok 怎么卖，如何卖，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计算的能力，到底是不是一起卖，还是留一手？这是未来整个发展的方向。我想大家都没想到，居然中美的贸易跟它的关税，结果现在呢，这个全部都放在 TikTok 身上，这也很奇怪。休息一下再回来。好 ，AIT 说记者问了，我都觉得是套招的啦。记者怎么没事问这个问题呢？然后国会怎么立刻就答复呢？所以有很多时候政府发言人不好意思讲，叫记者来问一下你问记者就问他说呢，这个台湾地位到底有没有定论啊？AIT说台湾地位没定论啊。然后联合报就不死心啊，打到国务院去问啊。然后国务院说我们态度跟他一样啊，你不觉得这是套招的吗？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 AIT 或是国务院要搞这个东西？那他们认为说是老共现在这个对台湾压力很大，所以呢，他们用这个表示呢，因为中国一直说台湾属于他嘛，他们说中国什么属于呢？中国地位未定啊，什么地位未定？不管什么旧金山合约、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都定了。当时日本占领的这些地方，特别是台湾，还给中华民国嘛。当时给 Republic of China 就还，不管当时的中国，当时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啊，因为当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当时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只是民进党现在口口声声说不承认中华民国。那你既然不承认中国，你就不是中国，所以当然就未定了。就是当时就还给我们嘛，还要还给谁？8年抗战谁打的？中美英法书当时谁在联合国里面？所以这有什么？就是还给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我们现在也不承认，我们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不承认我们被他占领啊，对吧？我们比他还早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中华民国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嘛？民进党天天要毁它，你不知道它是有历史意义的，有它的价值。你跟老共吵架的时候，我比你还早啊，对不对？我现在这个地方啊，本来就是还给我的。那现在台湾也是属于中华民国，有什么不对呢？哦，好吧，这个美国国务院说，2战文件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啊。那另外呢，我们外交部说，理念相近的伙伴眼睛都雪亮了，哇，好高兴哦！哦，大陆很生气，颠倒黑白。问题是，就是还给当时的中国，也不是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历史还有一个先后顺序嘛。哦，那所以呢，国民党还不错，昨天立刻回应说，台湾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没有疑义啊，本来就没疑义。什么叫做地位未定论？地位定了，怎么没定呢？哦，那张晓忠也说这是一个迷幻药哦。那另外呢，当时连中日合约都确立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1945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的政府接受驻台日军投降，即日起即在台湾行使主权行为。之后，旧金山合约明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直权利，名义及要求，再依据旧金山合约授权中华民国政府于台北宾馆跟日本签订中日合约。你看很清楚，一个一个来。然后呢，其中第3条、第10条均再次确认台湾、澎湖归属中华民国之地位，就是给中华民国嘛。这有什么问题？今天那个薛湘川先生还传了一个这个资料给我，他这样讲哈，我找给你。他说几年以前他花了时间在网络上找出开罗宣言，他英文他记得是这样写的 ：Those territories that Japan has stolen from China, such as 这个什么Manchuria 就是满洲、台湾、澎湖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开罗宣言还给中华民国，很清楚的哦。所以呢，本来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呢，是这个台大名誉教授呢，这个张林珍教授说，就是要打台湾牌来牵制中国大陆了哦，是2手策略了啊、哦，也是了哈、哦。那另外呢，大陆当然也说哦，这个是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你说台湾地位未定是怎么样？你要台湾独立是不是？那你不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是从老共的这个角度来了哈、哦。那另外呢，大陆外交部长王毅跟波兰总统会晤的时候也说，台独挑战2战成果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相信波兰方面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国家统一大业。那老共跟他的这个邦交国大概都是这样讲的。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说这几个宣言包括旧金山合约，甚至包括中日的合约，都讲得很清楚。当时马关条约等等，这个割让给日本的这些这个台湾的澎湖都还给中华民国，所以没有地位未定论这样的事情。我们看一下。AIT 发言人日前针对北京近期阅兵后的论述发出回应，指出中国刻意错误诠释2战时期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旧金山合约，企图用来支撑其对台湾的胁迫性统一运动，强调北京的叙事根本是错误的，这些文件并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更点明这种虚假的法律叙事是北京更广泛的行动一部分，目的就是要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蓝营跳脚，因为搬出马政府时期的外交部文件指出，中华民国未签署旧金山合约，1952年与日本签订中日合约，以条约的形式再次确认台澎主权于1945年10月25日已归还给中华民国。我外交部的询问也耐人寻味。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并感谢 AIT 公开明确重申美方对台政策立场，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客观的事实。这台湾地位未定论首次出现，其实在2战以后，1946年到1949年间，当时美国驻台新闻处长、美国国务院人士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都曾提出，赖总统曾说谈国家必先谈主权，而在台湾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如今美方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就看赖政府下个月双10怎么接招。先给龙介兄讲，然后老沈说他有补充。来，龙介兄，1952年的中日合约就是说，当时的中华民国就是世界公认主权独立的国家嘛，那也是战胜国嘛，所以在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的家的一直延续下来。
那日本跟中华民国签订了这个中日合约，他也承认了，然后也做了主权移交。那中华民国到台澎金马也做了有效的统治嘛。那只是在最后呢，我们在国际上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继承了，但是中华民国依旧在台澎金马施行有效的统治至今嘛。只是当时呢，就是从满清手上取得满洲跟台澎金马的日本，在战败以后，他的归还这个动作，他在1972年，他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后，他才把这个中日合约废除。所以实质上就是对日本的手来接收到中华民国的手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无哦，台湾澎湖哦，伫安尼的情形下来，所以真清楚的是，你想嘛，当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等于甲午战争到12年才签约的时阵。我就看阮兜的迄个户籍誊本了，阮的对清国，因为日据时代他来一开始对翰林他就造册，所以他的户籍做的是相当缜密的。我去继承4、5年前，我继承到我结公的一个土地，我就因为高铁征收嘛，没有办法通知到我们啊。当时我爸爸过继给这个叔公。他走了以后，我爸爸又回来我阿公的名下，所以这个土地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征收钱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就存在法院了。那我们就去找到最原始的日据时代的户籍誊本，我才看到说我们是一夜之间呢，从清国变成日本国啊，那就是说当年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就是把台湾说，它也有一个空间，让你可以签到，你不愿意成为日本人，那你就可以到满清，就到清国。那在那个时候，连雅堂就是那个时候去的嘛，但他也没有规划清国嘛，他后来还是回到台湾嘛。连战的祖父了。对，所以连德正就是当时把他们马兵营就那个法院那个地方法院租给刘永福嘛。所以日本接收台湾，打到最后就打到刘永福，刘永福就化妆成阿伯坐那个西洋人的船到厦门，日本人追嘛，追到厦门找不到就一个阿伯所以台湾话有一句你在台南听阿伯浪杠，就在讲刘永福嘛。那个时候黄辉宏就跟着刘永福在台南练兵勇黑旗军嘛，黑旗军就是黑旗军，那时候很会打的嘛。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一夜之间从清国变成日本的户籍誊本，那到1945年，盖这中华民国这一路的落来，火箭嘛做清澈嘛，就连户籍。那你谈这个背景，现在今天讲未定论，就你的目的是政治目的嘛？那你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如果硬要把台湾推向这个未定论，那请问中华民国的地位如何存在？我们还有12个邦交国就说邦交国是一个主权的延伸，就是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老共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整个战后80年的延续到今天，很无奈那如果台湾你愿意成为人家的棋子，你自己都否定自己。你说台湾今天未定，那这个未定要定于什么的？如果连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今天整个未定那如何面对两岸问题？如何面对美中台的问题？那老美，如果你认为是未定，它的未定是不属于中华民国吗？那因为美国现在是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这让我们陷入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会让大家造成说，这会有一种危机感就两岸的紧张的气氛会上升敌意螺旋也会上升老沈有补充吗？我是很好意要劝我们龙介兄，因为龙介兄的选情在台南
只差那么一点点，要赶上去了。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哦。但是像他刚才啰里吧嗦，连祖宗八代都要讲，跟本题无关嘛。从大清到日本国，对，连战的祖父都拉进来了，你这样没有票啊，你知道吗？讲话要简洁。你看我昨天看到这个鼓励人家，你怎么忽然之间时间也不对，也没有人要你讲这个啊？你怎么莫名其妙开始讲这个？所以我说轮不着你讲，除非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或者白宫讲了才算，讲了啊，你看他听到我说就你讲，他就讲了，对，国务院听到了，所以他讲了，我就反应了。好我的反应是这样，你看我们台湾分红、蓝、绿跟独派，独派跟绿不一样的哦，那红的，你讲什么？本人怒气冲冲，大陆了但是呢，他是表演给大家看的。他不是需要那么生气，他老早晓得是这样，为什么呢？老美讲这未定论就是违背老共的一中原则的第3项。老共的一中原则第1项，中国只有一个；第2项，它就是我；第3项，台湾是它的一部分。这个第3项，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但是美国把它起了一个名字，就说我不承认，我听到了，我不承认。那这个叫一中政策所以老早知道的，英文叫 acknowledge 好，那蓝的呢？蓝的是最糟糕了。你刚才讲的义愤填膺啊，讲的我呢可以选主席这样可以，因为我刚才静静的在听你的样子、你的口气、你的内容，到底你是什么颜色的？我的结论，你是蓝的，但是你不是很蓝，因为非常蓝的人，他的言论会很接近红的。会说为什么？你来到地美国，你怎么讲这本来无输的小战你没有这样讲，所以你不是极端的深蓝。这我跟你保证，这个是非常的实雷誓词呀，一张气烈光谱啦。像你那个也不是非常浅的蓝，非常浅的蓝有一些本土派的美国这个国民党里头的浅蓝，心里头会安然高兴，跟民进党一样。所以你看民进党就是稍感安慰，还表感谢，但是是虚虚的，这是民进党的态度嘛，对不对？民进党他就是说原来我不能进白宫是因为这样啊，不过这个也理解，原来我就是你把我看成不是一个100%的国家嘛，对不对？这个未定论就是不是国家了嘛，那深蓝的就是主权重叠、治权分立，对不对？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嘛。主权重叠就是说没关系啊，你说未定论我跟老共一样生气，因为这个是老共的也是我的怎么忽然间变成都不是？这个站不住脚，这个你做主席以后，这个站不住脚，你千万这条路不能走。不要像罗志强那样，罗志强是在主席办公室里头做官做太久了，脑筋坏掉了。好了，继续。好，那这个独派，我告诉你，这独派就是我个人的切身的自己的经验。60年前，我们在海外从事台独运动，我们如果听到美国人讲台湾第2未定论，太好了，高兴的要命我们有空间了，台独有机会了。这是我们的空间，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要不然已经被敲死了，说是老共的，是中国的，国民党的，那我们不就死定了吗？那现在不一样，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他虽然说未定论有没有说要给我们台湾人独立建国？没有啊，所以我听得到电欢喜不起来，要这样分析，马上一目了然。这东西使得等于修，因为这主席没给学生提出来看。联合报的评论美国讲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背弃中华民国的血泪史了中华民国8年抗战也牺牲了很多生命好不容易把马关把马关条约废除了。你要会唱歌你要会唱8年抗战的歌，到我家来，我教你。好了，然后呢，美国的华府智库卡瓦纳军事飞行主任、国防重点这个智库，他说，川普跟大陆应该达成协议，把驻台湾的教官跟武器都撤走，明确告知台湾，美国的军援不是保证，而且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这是张这个空白支票，你可以随意挥霍，造成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破坏。那由美国智库现在慢慢这些声音慢慢出来了，休息一下再回来。